城楼上的人听着，快打开城门！有没有人呐？快开城门呐！有没有人？大公子，大公子，小人喊了半天，城门处无人应答呀。娘子，青天白日的，为何紧闭城门？该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吧？瑞王世子亲临，守将听令，立刻开城。是黎殿下。撤！上！他怎么也来了？他是谁呀？他就是圣上的义子，七哥的跟屁虫，京城第一纨绔，赫赫有名的梦里探花一王世子焉。七哥。怪不得你七哥看你能笑成那样。天离世子可真是俊美不凡呢。他还想当探花郎吗？九妹妹，你评评理，一王世子是不是比那霍宁好看多了？这世上再没有比他更俊美的男子了。大丈夫要美貌做什么？况且在小婉儿心里，七哥才是最俊美的。我确实觉得他最好看。我没想到你会承认啊！好，如此磊落，方是女侠本色，佩服佩服。燕世子的眼神多吓人呢！七哥，你可算来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就是你小子关了城门，不让百姓进出。不关城门怎么进场啊？知道你要来，我特意进场，道侣相迎。胡闹！我若不胡闹，那还是我吗？见过一王世子殿下。哟，秦公子，几日不见，竟弱不禁风到如此地步，竟学女子们乘车出行。在下如何能与殿下相比呢？见过两位殿下。大公子，庞府管家在城门等候多时了。庞府，怪不得忠永侯府不缺银子，原来竟与西北第一富贾庞府梁有通家之谊啊！殿下说笑了，庞公与家父是旧年相识，那时候庞公还没有如此家业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车中尚有女眷，秦公子若要下榻庞府，还请尽早动身。那请恕在下先行告退。慢走不送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这性子是一点都没变。谁让他成天假惺惺的，看着就让人讨厌。那你逞口舌之力有什么意思？哎，特别有意思。我就喜欢看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，气不过又说不过我的样子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刚回来。我去跟宁儿说一声。他也来了。他要是知道我跟你在一起，肯定要跟着。我好不容易替你推掉了誉王的接风宴，今晚弟弟定要带你好好乐一乐。哎，走了。哎，
这就是庞家的10方客栈，真是奢华呀！听说凡是西北重镇，每一处都会有庞家的10方客栈。他们哪来这么多钱呀？我若能嫁入这样的人家，便是做商人妇也认了。九娘子可是在找世子殿下？哦，我看街景呢。翼王世子有要事找主子商议，主子吩咐了，九娘子有任何事都可以吩咐在下。哦，我没事。大公子，大公子，秦大公子到了。哎，庞公子，都停在这儿吧。周管家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卸行李。秦小侯，哎呀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呐！在下庞一文，今日忙着打理玉王爷的寿宴，未能到城门相迎。若有失礼之处，还望海涵呐。原来是庞大公子，久仰。哎，不敢不敢，家父久盼秦小侯到来，正在书房，以后多食了。不敢当小侯之称，还请庞公子慎言。哎，有何不敢？秦小侯迟早是要封世子的嘛。哦，这位是永宁郡主，还有我们秦家9妹妹、6妹妹。我好歹也是个郡主，庞府良这个乡绅富贾竟敢不亲来相迎，还派一个这么色眯眯的贱骨头来恶心我，真是开了眼界。以及5妹妹。见过庞公子。庞公子。哦，大家快请进。这是什么规矩？若只是普通商贾，应该不会有这等胆子。但看我3个那习以为常的样子，这应是庞府的一贯作风。待看清楚他们到底仗着谁的势，之后再说发嘴不迟。哎，主子，属下只能帮你到这儿了，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。小心一点。几位娘子，这里就是女眷小院了，这边是上房。姐妹之中我最年长，上房归我了。啊，吴姐，你站住！我们都还没选呢。论尊卑，我是郡主，你凭什么住上房？哼，哎你，随他去吧。这样，你住东厢，我住东厢小间，六姐姐住西厢。婉和和茯苓住西厢小间，可好？你可真是的，脑子都用在看病断案上了，平常的事是半分心眼都没有。人都踩你头上了，你都不生气？为这点小事生气多没意趣。反正你就住我隔壁，敲敲墙我便过来了，这样不是更好？那也行，走吧。吴姐姐这是破罐破摔，彻底不顾姐妹情分了吗？杨英，别在这耗着，亮下名头。是班主。诸位父老兄弟们见谅，小的青离班主坐下，副班主杨英，此次双清班特为玉王殿下贺寿，还恳请诸位让让步。多谢，多谢了。青离班主啊，可是有真功夫的呀。
青离班主的木莲救母，那可是大周一绝。哎，大家让一让，给他们让条路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哎呀，这庞府虽没规矩品味，在招待上倒真舍得花钱。哼，小婉儿，你不会是在想七哥吧？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。我听着呢，我只是在想，翼王世子有什么急事，这么着急的找他？燕离那个混世魔王能有什么急事？准是带七哥去烟花之地啦。什么？谁让人家是京城第1纨绔呢？男人聚在一起，寻欢作乐，逢场作戏，在所难免嘛。别太当回事儿。这怎么能不当回事？为何在所难免？那个，明天还要参加寿宴，你早些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跟七哥说是我说的。公子慢些，小心台阶。公子，请饮一杯吧。来，快给我七哥敬酒，把我七哥伺候好了，郎君我重重有赏。公子，请饮一杯吧。你就是这样为我接风洗尘的？去，出去！你也出去，快走！七哥，莫生气，不喜欢让他们走就是了。你这么想用歌舞的形式为我接风，那你就自己上来跳，不跳的我尽兴，今天就别回去。我再也不敢了。哥，几年不见，你怎么越发不近人情了？不会到现在还守身如玉吧？关你什么事？弟弟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不会吧？你真打算成亲入洞房啊？这笑容，春风十里柔情啊！你心里不会有人了吧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是哪家贵女啊？哎，不，你别说，让我来猜啊！京城那些贵女，你是一个都看不上。荆州的？月宁？不，我都看不上那疯丫头，你就更不可能了。那还有，不会是秦家那位穿素色衣裙的姑娘吧？真是她！你这口味也太素净了。你要是再对她不敬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哥，你也太重色轻弟了吧？我把你当作兄弟，不许任何人欺你辱你；我把她当作一生的妻子，便不许任何人对她不敬，也包括你。哎呀，哥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嘴没长在心上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以后我一定把七嫂当菩萨供着，给她当马骑都行。你滚！当马骑还轮不到你。也是啊，有你在，哪用得着骑我呀？滚！算了。哎呀，哥，我还有正事要跟你说呢。这是寿宴宾客的名单，誉王知道你要来，特意嘱咐我，不可将不喜之人排在你左近。如此揣度我的心思，怕不是心里有鬼？哼，听说你查到了盐运贪腐，有几个地方关键你不心虚啊？李慕云，
他可是新任大理寺卿啊，自晋王。反正自从那事以后，他就是圣上眼前的红人。我跟圣上说了盐运贪腐的事儿，圣上就把他也派来了，许是为了打压一下誉王，或者豫州官吏。晋王兄枉死天牢，与李慕云参审议大人与王兄串通演罪有直接关系。若没有审议大人的提携，他现在还在地方上做他的五品小官呢。可他却为了自己升官上位，出卖了恩师。我不跟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打交道。好，将他排到犄角旮旯去。倒也不必，按他应得的座次排，离我远些就是。江淮路转运使刘仁利也在，我也能将他赶走。留着他。哥，这人手脚不干净，连我都干得出来，你为何还能容他？这个刘仁利，仅用了10余年的时间，就从捐来的小县城，做到了江淮路转运使兼任提领察言使这样的肥差，少不了上下打点。他和庞普良是老乡，每次过年都要到庞家小住一回。今年来的正早，恐怕是听到圣上要查东南盐运的风声，急着打探消息来了。听说他往年回京述职，人还没到通州，年礼就已经送到各司主管的府上了。现在都年根了，他不急着回京述职，跑到豫州来凑什么热闹？庆黎这个贱人，一个双清班还不够他拜的，现在竟然敲诈起你我来了。你若应了他这一次，下次他还会拿此事来要挟你，难道你还想养他一辈子不成？我若能趁机搞到十方客栈，他要的那几两银子能算得了什么？尽说胡话！那十方客栈可是庞辅良的命根子，他可不允许任何人染指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论起来，本就该有咱们的一份。若不是当年……你呀，双清班就住在隔壁，你得小心隔墙有耳啊。清辉园那么大，后院又离得这么远。再说，双清班与我早已毫无瓜葛，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了，你何必小心翼翼？官场上的事情你不懂，今时不同往日了，绝对不能惹怒庞辅良。那我们那这种话休要再提。新任大理寺卿李慕云和燕池突然来了豫州，他们可不单单是为了给一个闲散的亲王贺寿那么简单呐。最近我和庞辅良不方便在明面上来往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，自己小心点。走了。庆黎这个祸害不可留。让我想想，一定不能留。
庞公这里果然气派非凡呢，怕是连太子殿下的书房也有所不及呀。庞某不过是一介商贾，岂敢与太子殿下相提并论呢？太子殿下虽然身份贵重，但身在高处，难免风高浪起。若想要安稳，仍需多方筹谋啊。请。商人嘛，讲究的是个审时度势。若庞某有幸能为太子殿下略尽绵薄之力，并无二话。世伯果然爽快，难怪家父这么多年始终对您信任有加。若我忠永侯相助，岂有我十方客栈今日之盛景呢？只是可惜呀，客栈生意太过招人耳目，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还得另辟蹊径才行。小侄此行正为此事，世伯尽可畅所欲言。盐运，此事干系甚大，待小侄知会家父后，再向世伯讨教。理应如此。不瞒大公子，江淮路转运使兼提领察言使刘仁令是庞某的故交。此人出手豪阔，对有谨慎守矩。他恰巧来豫州为豫王贺寿，大公子不妨结识一番，更知根知底。还请世伯代为引荐。喝茶，请。我的刀再往前多送1寸，你就受伤了。那就多谢九先生手下留情了。以后不许这样了。你身上怎么有股脂粉味儿？我是在那个天香楼里染上的。天香楼是什么地方？天香楼是那个青楼，但是我是第一次去那种地方。我是看它陈设还挺雅致的，我最开始以为它是个酒楼呢。你若没去过，你怎知陈设应不应该雅致？我是听别人说的。别人？什么人敢在你面前说这种事？就是战场下来的兄弟们闲聊解闷儿罢了。你若没试过，怎知这样可以解闷儿？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去试，兄弟们也不是沉溺此事之人。每次从战场下来，队伍里就会少几个人，那些都是我并肩多年、出生入死的兄弟。与其让活着的人沉溺悲伤，我宁愿他们去东拉西扯。我问你这些，只是想搞清楚真相，没有不信你和你兄弟的意思。后来我知道那地方不对劲，
我就立刻把他们给赶走了。相信我，我要早知道是那种地方，我是绝对不会去的。对不住，但我一想到你和那些女人拉拉扯扯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就算明知是逢场作戏也不行，霸道也好，善妒也罢，我就是这般既不贤良又爱刨根问底的性子。你可后悔？不会，我就喜欢你做我的毒妇。还是个悍妇呢。你知道就好，我原谅你了。放心，不会有下次了。这么晚怎么还有人在唱戏啊？这是庞府良为了给誉王贺寿请的双清班，就在清辉园的后院。这唱的是什么呀？双清班的拿手好戏，木莲救母。讲的是木莲不忍母亲在地狱受苦，要下黄泉解救母亲。若是能救父母，就算是下黄泉又如何？婉儿，我们一定会为你父母洗清冤屈。明日，李慕云也会在这儿。盛少现在对他甚是器重，我们不能贸然行动。放心，我不会轻举妄动。我知道这对你很难，回京之后，我会想办法重启靖王案的卷宗，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真的？凡你所愿，我必尽力成全。小婉儿，我能和你一起睡吗？大半夜的有人唱戏，我害怕。小婉儿，你快开开门，我快冻死了。行，誉王府与这里只有1墙之隔，我就不信他天天陪你睡。小婉儿，小婉儿，你快把门打开，我快冻死了。来了。来，谢谢。来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誉王。这倒上，酒也好。永宁，你长得可真好看。我家有个侄儿，年方18，尚未婚配，正好与你相配呀。誉王妃，郡主，我那个外甥啊，真的是一表人才，风流倜傥。什么时候有空去我府上坐坐啊？我定要把他引荐给你。哎呀，郡主，你这容貌可是1等1的，选郎君你可得选个门当户对的。郡主，正好你今日有空，咱们就说定了吧。哎呀，这是我的贵宾。不错不错，台上这出戏啊，是双清班专门为你拍的。
这个青离知道是给您祝寿啊，熬了好几个晚上都没睡觉，就为了这出戏。家父常赞李思清立身行己，才德兼备，在下当满饮此杯，已是钦佩之心。钟永侯过誉了，下官不善饮酒，还望大公子海涵。哪里，随意就好，随意就好。七哥，不必了。林慕云，喝酒。多谢。林慕云，来，你也尝尝。娘子，您刚才只顾盯着李慕云看，几乎没怎么吃东西。我吃不下。我刚才一不小心就和他对视上了，生怕会暴露我的心思。不怪你，这搁谁见了大仇人，能跟没事人似的？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过他的样子，没想到，却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。娘子，他害了您一家，不管看着多像君子，他也是个坏人。小点声。小婉儿，吓死我了！是我，总算逃出来了。你们两个跑出来，怎么都不叫我一声啊？里面待得闷得很，出来透透气。那玉王妃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非盯着我的婚事不放。偏偏那些夫人家里面都有个儿子、侄子、外甥，生得芝兰玉树，才学不凡，前途无量，又尚未婚配，都等着我救苦救难呢。我把手心都掐烂了，才忍住没动手。难得你能忍住，也算是有长进了。郡主，小妹妹，你怎么也来啦？我怕你们误了双亲班的木莲舅母，来叫你们。我是吃多了，正好来散散。一会儿还要看木莲舅母呢。你这性子倒是有福气。公主誉王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，先干为敬啊！公主誉王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誉王，我陪一个。来，李大人，后面那桌不敢凑过来敬酒的都是什么人？都是盐运上的，在那边敬酒的，就是刘仁令。都给我盯紧了。是。哎呀，李思清啊，鄙人疏忽了。方才得知您居然还住在驿馆，若不嫌弃，鄙人的清辉园倒也算看得过眼。不妨。本官此行乃因君命公差，理应居于驿馆，不得违礼。李思清秉公职守，是鄙人唐突了。来，庞公，干！这个李慕言言行处处谨慎，一直倒是难辨忠奸。胡说！本王的幺儿不是本王生的，那是谁生的呀？世子童言无忌，喝多了，喝多了啊！
又不是我生的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叔祖，侄孙劝你一句，这世上只有亲娘才知道孩子的亲爹是谁，所以万万不可得罪女子。叔祖日后还要待叔祖母好些才是。总算说了句人话啊！这女人呐，可不能得罪啊！女人都厉害着呢，知道吗？是，来，喝酒。来。翼王世子殿下可真好看，绣花枕头一包草。哎，来，我们请誉王寿星给大家讲两句，好不好？大家来，我们一起敬誉王一杯。祝誉王来，东海寿比南山。烦请殿下转告誉王，下官不胜酒力，想先行回驿馆休息，就不当面辞行了，免得扰了誉王的雅兴。好说。圣上得知世子殿下在荆州连破2起大案，甚是欢喜。若殿下可以在回京以后对下官指点一二，下官倍感荣幸。李思清可知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为了平步青云而背师忘祖之人，焉某不耻，亦不屑。下官受教了。来，你慢上。哥，你还没在刑部站稳脚跟，这个时候和他撕破脸，合适吗？我与他早就没有脸面可言。燕玲。胡姐若知道有这么大的排场，那不又得哭闹一番？那就别让他知道。谁让他犯了错，罚他禁足算轻的。庞公，这刘仁利为何提前走了？如此出尔反尔，可是连太子殿下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大公子言重了，刘曹司不过是怕被燕池盯上，所以才不得不回避一时。这是为何？他曾入股过庆元典当行，办这个案子的正是燕池。怎么，他与那案子有牵扯？他岂敢沾上这种事情？消息一出来，他早早的就退股了。他若有把柄在燕池手中，我是绝不可能向太子殿下推举他的。大公子放心，干净，绝对干净。忠永侯府的这爷俩也太不安分了，害得本世子在这蹲半天。我得找个地方松快松快。哎呀！是世子。小疯子，你在做什么呢？主子让我在这盯着。小疯子，听说秦家九娘子是我未来的妻嫂？不知道。哦，听说荆州的案子，我这妻嫂出了不少力，是吗？
不知道。你说我这七嫂看着跟个年画娃娃似的，能出什么力呢？你就别问我了，你问我多少遍都是不知道。看来难以启齿啊！你说这刑狱之事就那么几个行当，有什么是不方便让人知晓的呢？断案，我七哥行；推案，让人知道了也无妨啊。刑律，让书里查就是了。抓人，我七嫂那小身板可不太行，那就只剩勘验了。我七嫂总不能是个仵作吧？谢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谢我做什么呀？谢谢你告诉我，我未来七嫂是个摆弄死人的高手啊！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啊！只要让七哥以为你说了就行。啊，不是，你可是世子啊！你怎么能冤枉我呢？玉王，我敬你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哎，好好好，来。嗯，臭小子哪儿去了你？哎呀，去了趟茅厕。哎，开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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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班主啊！小妹妹真好看。是不错。没事吧？王爷，王爷，别动！誉王是粗重疾风，不得搬动。傅灵，去拿纸笔。是。
死了！不说，不可能！不说！老实点！白风在，封锁现场，擅出者杀。是。封锁现场。怎么回事啊？豫州知州何在？下官在。挤出淤血，待血色变红方可停下。好。殿下，你就是汪知州？下官见过世子殿下。知州年迈，不必多礼。谢殿下。嫌犯杨英正押送府衙，还请汪知州尽快审讯。下官遵命。此药浓煎，2剂即可好转。是。怎么样？哦，没什么。叔祖怎么样了？已无大碍。你可有发现什么异样？暂且也没什么发现。多谢你救了叔祖一命。分内之事何须眼线？寿宴之上出现这种事，最易滋生事端。我想尽快勘验那班主的尸身，以免流言以讹传讹。好，那我让白风送你和宁儿去府衙，我看完现场就去找你们。宁儿，我们走。好，我也去。天哪！看够了没有？该我了吧？怎么可能看得够呢？特别精彩。你再等一会儿吧啊！你都看了这么久了，我还一次都没看过呢。哇！啊？怎么突然结束了呢？结束了？啊！哎呦，我看看，帮我扶着点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不至于吧？不就是看人缝衣服呢吗？缝衣服和缝人能一样吗？好，都跟你说了，别看小婉儿验尸了，你非要看，你看吧，不听我的话。哎，干什么？帮我这一次，日后定有求必应啊！哎呀，都说了叫你不要看验尸了，这下难受了吧？装神弄鬼，去一边玩去。好了，没事啊。我成全了你的面子，你要是敢食言的话，我就把你这只手废了。别！本世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想什么尽管提。我要一醉方休。不行，七哥要是知道了，不得废了我？那你信不信我现在就……算你狠！走。东西放下，让哥走去查。是。你也出去吧。是。穿胸而亡。对。剑由纯铁制成，自背心而入，穿心而亡。可若是故意杀之，凶手需要有把握能够一击毙命。可我在现场勘验时没有发现任何动过手脚的痕迹，莫非真的是意外？任何意外
都有其必然的原因。那个叫杨英的怎么说？王知州正在审问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我想在刑狱上有所建树，到时你也好举荐我。我想接手这个案子。那就接啊，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可你在负责清源典当行还有盐运贪腐的案子，我不想给你添乱。誉王是圣上仅存的皇叔，是皇族辈分最高的宗室。在他的寿宴上，不仅发生了命案，还让他突发恶疾，于公于私，我都不可能袖手旁观。更何况，此次寿宴汇集了上京道和东南道各路4品以上的官员，凶手敢在此时作案，很难说清其中到底牵涉了多少人，和我当下负责的2桩案件也未必没有关联。你来助我，是助我一臂之力，而非添乱。太好了。这是所有从剑匣里面射出的箭吗？除了射中清离那一只，其他的都在这儿，我亲自捡的，未经他人手。奇怪，这支箭比射中清离的那只要轻很多。你看，韩月给我。这支箭外面包的是铁皮，里面是用木头造的，而这支杀死青离的箭是纯铁打造。哪怕是铁皮箭，以这匣子的速度和力道，都足以致死，不用专门换成纯铁箭。问题出在这箭匣上，纯铁箭太重，需拉动2次机关才可射出。双清班在编排这出戏时，定然会设计好出箭的时机与位置，而杨英与清离合作了那么久，应当也早已有了默契和信任。可凶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让这铁箭没有按照预先的时间射出，趁清离毫无防备之时，一击得手。行凶人需对这匣子极为熟悉，才能知道把铁箭放在哪个位置，能射中清离的要害。清离中箭时，正准备下场亮相，那是戏中他唯一一次背对杨英而立。行凶人定知道杨英此时会行礼，并再次触发机关，竟能将动手时机掌握到如此精准，对这出戏的编排也必然了如指掌。这样说起来，双清班的所有人都有嫌疑，因为双清班的学徒想要出师，就必须要唱回这出戏的全本。那就是他们人人都知这出戏的编排，还有射箭的方位。如此重要的道具，杨英上场前为何不亲自检验？因为杨英是副班主，他还要负责戏班的杂物，就算他亲自核验，也不可能将这剑匣时时刻刻背在背上。只要有人趁他不在时进入后台，就有机会对这剑匣动手脚。青离被射中时，杨英的神情颇为震惊，看起来不像是早有预谋。先不管他的震惊真假与否，眼下我们要先查出除了杨英，还有谁能够动这个剑匣。人犯杨英是在你亲口招认，杀害了双清班班主清离，供状所述，可属是否？属实。既属实，那就在供状上按下手印吧。不是。洋洋，寿宴上近100人亲眼看见你杀害了班主清离，人证物证俱在，
你这杀人的罪名是逃不掉的。本官做完这一任呐，就要致仕了，不想离任前再遭杀孽。只要你在这供状上按下手印，本官便以你主动投案为由，给你留条性命。不是我，老实点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杨英，你想戏耍本官不成？堵上嘴，再给我打！住手！下官教官世子殿下。王知州为何对嫌犯下此重手？这个杨英竟敢当堂翻供，对这种奸猾之徒，下官不得不用重刑啊！你这是杀人！杨英因受刑时被堵了嘴，呼吸不畅，导致无法呼喊发散痛饮，气机逆乱，体内天地之气不相交接而晕厥。殿下，这小女子信口雌黄。你口中的小女子，是本世子视为夜师的刑狱圣手九先生。这位先生，请恕下官有眼无珠。杨英若晕厥得太久，易引发脏器衰竭，我需尽快为她施救。将杨英暂押大牢。是。务必保她性命。走啊！殿下，下官已是弃骸骨之人，岂会滥用酷刑，徒造杀孽？实是这杨英已经招认，是他亲手杀了班主清离，却又不肯画押。供状何在？那杨英供认他一心想当班主，但清离却嗜赌如命，背地里将双清班疏于了旁人，杨英就此怀恨在心。那清离是在何时将双清班疏于了何人？他生前又是在何处参赌？这个杨英是如何利用剑侠杀人的？杨英既已招供，何必再追究这些微末的小事呢？杨英若想杀了清离班主，他有的是不为人知的方法与手段，为何偏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人？凌人多为浮躁粗鲁之辈，这杨英兴许是一时怒气攻心，未加思量，做出了此等恶行。原来汪知州断案，靠的是兴许二字。殿下有所不知，州府县郡的衙门办案，历来是以嫌犯的供状为准的。前大理寺卿审议，在拟定的律典中明文，呈报卷宗中应有详尽的供状、验状、物证，哪儿来的历来如此一说？史义可是犯了大逆之罪的人，他拟定的律典，岂能做得准？那也是圣上钦定的律典，从未废止过。汪知州可是想替圣上做主？殿下，下官对圣上历来是忠心耿耿，下官为官多年，素来是兢兢业业，谨小慎微。下官不求平步青云，只求善始善终啊！善始善终。汪知州，你若是想草草了结此桩命案，以平安治世，你怕是打错了主意。下官愚钝，请殿下赐教。那行凶人毁掉了誉王的寿宴，害得誉王差一点一命归西。你若是草草结案，誉王心中会作何感想？若他上奏一本，弹劾你罔顾国法，敷衍色泽，别说衣锦还乡，恐怕汪知州转瞬间就会沦为阶下囚。
要何去何从，就无需我再多言了吧。多谢殿下赐教，下官定将此事彻查到底。若再有纰漏，下官誓不为人。来人，来人呐！堂堂一州主官，竟要你谈为官之道，才肯用心做事。若这朝中尽是这等官员，何谈刑律清明？正因如此，才显得你父女二人高洁可贵。父亲穷经好守，才写就律典，却只因莫须有的罪名，就要将他的心血都付之东流吗？他的毕生心血不是律典，而是你，他最珍爱的女儿。在刑律上，我不如你；在官场上，你不如我。你只管伸张正义，我来助你天下无冤。你我携手，定不会让沈公的心血白费。谢谢。我但凡要是个男人，我早就上阵杀敌去了。人呢？还成什么亲，传什么宗，结什么代啊？我行走江湖，沙场秋点兵，不比在内宅逍遥自在啊！干！我跟你说，我虽是男儿，这也没自在到哪儿去。我那早死的爹，却用性命换了个亲王爵位，却既没封地，又无官职。我只不过当个世子的虚名罢了。京城那些世家勋贵，哪个瞧得起我？肯与我一亲的，都是些贪图爵位的功利之徒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对，没个好东西。我这风华绝代的身子，凭什么便宜了那些俗物？也是，一个男子能长成你这样，确实不容易。你放心，从此以后我就把你当成好姐妹，绝对不让任何人占你便宜。什么好姐妹？啊，好兄弟，干！干！好兄弟，既然都是好兄弟了，我得对你实话实说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其实那天小婉儿验尸的时候，我是闭着眼睛的。什么？哎，什么？我居然被你给骗了！好兄弟都说实话了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没想到你也不敢看。来，咱们难兄难弟，再干一个！干一个！我说啊，你怕被算计婚事，我怕受困于内宅，索性咱俩成婚好了。只要你不管我行侠仗义，我绝对不管你风花雪月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啊！岳兄，高见啊！若此事能成，咱们就可以海阔天空，任意潇洒，从此烦恼尽消啊！来，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，干！干了！这个没有良心的，
要不是我，你能有今日的地位？区的十方客栈又算什么？这清回园，甚至整个庞家，都应该是我的。去。娘子，快来快来！你可算回来了，这一天辛苦死了吧？还好。福灵，你是在怪罪我，让你家娘子受累了吗？奴婢哪敢怪罪世子殿下呀？不过是心疼我家娘子罢了。那你为何在你家娘子面前就自称我的，到了我这儿就自称奴婢了？那世子殿下和娘子能一样吗？好，那我以后定不会让你家娘子受累了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你快去探望下玉王爷，你也早点休息。若是遇到秦衍，你不妨提点他一下。我也查明刘仁丽的汇款往来，让他小心不要引火烧身。你为何一直帮着中永侯府？因为你只要在中永侯府一天，我就不能让他们出事，以免牵连到你。这是之前尹妻所用的那种赤火，若是我不在附近，你遇到危险时，可以朝向天空，拉下信念即可。我会尽快赶来。这是给朔溪军斥候专门配备的鹰哨，吹响后会发出类似海东青的叫声，2里之内我都能听见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你离我远，便放赤火；离我近，便用鹰哨。娘子，快回吧，天凉了。明日不用早起，也好生休息。若是有青林案相关的消息，我再来接你。好，哎，走吧走吧。世子殿下也回去休息吧啊！解决福灵就全靠你了，白凤。这秦大公子为何还未到啊？你临时守约，多等等是应该的。这你不知道是何缘由吗？不是因为李慕云和燕池突然来了吗？这是我能说的吗？大公子若是知道你被燕池盯上，他还能把你引荐给太子？李慕云都来了，天底下谁不知道圣上要查东南盐运？你先是避而不见，后又火急火燎的上赶着，任谁用后脚跟猜都能猜到你屁股不干净。太子要的是能帮他挣钱的人，不是给他添麻烦的。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哎，反正我不管。若是太子这条路走不通，你可得想办法帮我把窟窿填上，要不然到时候别说留任，我这项上人头都可能保不住啊。再说了，若没有我，以后谁来庇护你庞家的生意呀？啊？你们1个2个把我当什么了？下金蛋的老母鸡吗？当初可是说好了，你走你的仕途，他经营他的双清班，我干我的十方客栈，他日挣多挣少互无关系，你说的。现在你开口就要我给你填窟窿，他张嘴就要我的十方客栈，凭什么？他当真跟你要十方客栈了？什么时候？方才他来找你了？你早知他有此打算。前几日我去看他，
他跟我说，清离把双清班输给了别人，而且还拿当年那件事情威胁他。一个女子，怕得要命啊！我跟他说了半天，不要跟你提，不要跟你提，结果，糊涂。可如今清离已死，秦夫人还要我的10方客栈，是何意思呀？你也想想，一个女子，这么大件事情压在心里这么多年，也不容易。哼，你惦记她，别把我也算进去。都一把年纪了，还什么惦记不惦记的？无非就是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能帮一些便帮一些。他这辈子就爱个美，你多少给他点儿，够他挥霍就行了。他若是敢拿那件事情要挟我保证他一个铜子都拿不到。那我呢？你也要见死不救吗？老爷，秦大公子到了，请他进来。庞公，刘草司，久等了。请。之周把双清班的人都收押了，怎么还有人在唱木莲救母？救命啊！九娘子，是我，救我！吓错了，吓错了！多谢九娘子，多谢！活该！活该！活该！小贱种，你敢笑话我，我打死你！大公子，不要伤了小公子，他可是您亲弟弟啊！你骂我贱种，我就告诉爹爹去！敢用石头砸我！今天你们2个，我一起打！住手！对女子和孩子动手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我可是庞府大公子，一个贱婢，一个贱种，有什么打不得的？我呸！娘子，咱们别理他。今日看在九娘子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了你们。多谢九娘子，你认识我？
远远的见过，我叫秦娘，是夫人身边伺候的。夫人，夫人是家主的续弦，大公子是前头夫人生的。哦，是我唐突了。九娘子不用放在心上，夫人不在意这些。青娘，我去山洞里玩了。该睡觉了。就一会儿。好吧，别跑远了。我来这里2日了，还未曾去拜会夫人。夫人身子不太好，很少见人。我医术不错，若有需要可以去找我。那我先替夫人谢谢九娘子。等我治好了夫人的病，再谢也不迟。你知道方才是何人在唱木莲救母吗？应是双清班的人吧。他们都被拘在府衙候审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九娘子若是想知道，我替您留心问着。娘子，夜深了。啊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多谢。小事。小公子，走吧。秦夫人，热水打好了，我进来了。原来刘仁利和庞辅良都是定州人。这10多年，不仅从未回过定州，还对出身定州之事遮遮掩掩，连老祖宗都不认了。看来犯的事不小。去查查，他们离开定州那年前后，定州都出过什么恶逆之事。主子，要不我亲自跑一趟定州吧？不必，这等跳梁小丑还不配你出手，交给哥祖去办。你给我好好的哄哄福灵，带他多出去转转。是。去救会院。太子殿下向来用人为贤，不拘科举，还是捐官出身。只要能用心做成事的，太子都一视同仁。刘曹司大可不必担心。是是。至于调任京官之事，眼下并非好时机。刘曹司最好还是争取原职留任，把东南道的盐引握在手中，何愁不得太子重用啊？对太子的助力也比你进京任个4品闲职大得多，是吧？可是，大公子所言极是。天底下人都想着加官进爵，可谁人能想到我们只求原职留任？刘曹司在吏部经营多年，这些小事儿，想必是手到擒来，啊？啊，庞公过誉了，在下只是爱交朋友，谈不上什么经营。不知大公子几时回京啊？在下进京述职之时，定要去府上拜访钟永好。刘曹司此次进京，当以述职为先，以后与家父自有见面的机会。秦公子说的是。老爷，怎么了？秦夫人出事儿了。侍女娟儿说，死者是秦夫人，庞辅良的朋友。夫人？可有诰命？这个院子每年都会更换下人，庞辅良只让下人们称呼她为秦夫人，姓名来历一概不知。一个身份不明的夫人，来历恐怕也不干净。没有拖拽和打斗的痕迹，貌似是自缢而亡，否则凶手也做得太干净了些。尚好的云无风，一口都没动。
我房间里也有这种茶，是清辉园专门用来招待贵客的。也许是晚膳后让茶坊送了些过来。自尽之前想要喝口好茶再走，倒也说得通。但是好茶送了，一口都没喝就着急寻了短见，这就说不通了。这几处有磨损痕迹，像是有麻绳之类的东西来回拉扯过。确实有些古怪，尽快安排我验尸吧。我直接带你去。明案重地，不得闯入。刘陶司，请自重。我要看看他怎么样了。让开，我要进去。请您自重。海峰，请刘操司进来。我们来时已晚，他已气绝多时了。殿下，他怎么就这么走了？请问二位，与死者是何关系？啊，他是鄙人的一位故人。真的只是故人而已吗？他是双清班的前班主，青离的师傅，青云。死者，秦夫人是死去的青离班主的师傅。原来庞公和刘曹司都认识死者。鄙人和刘曹司年轻的时候就爱看双清班的戏，当时秦夫人正好是班主，一来二去就认识了，算是因戏结缘吧。原来如此。青云，你为何要走这一步？其实，眼下说秦夫人是自缢而亡，还为时尚早。殿下的意思是说，青云他是被人谋害的。汪知州会着手将尸身送往府衙，验尸之后方可确认。既然殿下已经知会了汪知州，鄙人就把秦夫人拜托二位了。白风，去查查双清班是否为定州起家。是。怎么，定州有什么问题吗？是这三个人都有问题。刘仁利手握实权，是庞辅良勾结官场的一大助力。庞辅良又为刘仁利提供钱财，供他行贿买官，二人还有同乡之谊。刘仁利能够成为清辉园的座上宾，我并不意外。可青云，只是一个由贱入良籍的伶人。以庞辅良唯利是图的秉性，怎会让他常驻清辉园？而这院子的下人年年更换，恐就是为了掩盖青云身份而为。适才刘仁利的神情，看着与青云像是有些情分，但庞辅良倒是有些急于撇清的意思。难不成青云手里握着他们二人的把柄，庞辅良不得不容忍他？他们三人之间，定有见不得光的秘密。是不是你杀了青云？说！不是我。为何他刚跟你提过十方客栈的事，现在这就死了？只要我不答应他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为什么要脏了我的手，用脑子？青离死了，现在青云也死了。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我们几个，我怎么相信你？若是当年那件事情走漏风
封上了。你已经被燕池盯上了，若是把当年的事再牵出来，你我都活不了。这是苍竹水，可以去除尸臭，防中尸毒。王知州还从未进过炼坊，这一次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何为刑狱之士的出勤，莫过于简练。多谢殿下指教啊！死者年约45至55岁之间，死时妆容完整，衣物完好无损，无明显的拖拽痕迹。左衣袖口有一块油渍，有龙涎香气，应是价值不菲的熏香用油。肩背处有磨损，长约3分，边缘参差不齐，缝隙间有绿色锯末，应是在柱子或凉亭上靠蹭过。韩风，亲自去查。是。死者因为颈部的血脉被压制，面色惨白，眼睑有细小出血点，翼沟在喉结上方呈青紫色，上缘有暗红色充血，翼沟前顶较深，两侧浅，位置颈后，翼沟宽而整齐，与死者的判驳折痕一致。舌尖抵牙未出，舌骨有轻微损伤出血。死者的口中也有酒气，死前应曾饮酒。死者的脚踝及脚背处已有紫红色尸斑，呈块状及线条状。死亡原因应是缢亡。果然是自缢而亡。缢亡不一定是自缢而亡。人在自缢时难免会有所挣扎，所以翼沟就不会这么整齐。而且死者已年近半百，对自己的妆容、衣着十分的考究，说明是个十分爱惜自己容貌的人。这类人大概不会用自己的衣物自缢，会让仪容衣衫不整。死者所用的缢绳是湖州青绸，这是最易产生褶皱的绸缎之一。人在窒息时，手会下意识地抓住缢绳，而这条缢绳上没有任何的抓握痕迹。死者应在套上缢绳前就已失去知觉，所以是否为自缢而亡，还需剖尸检验。剖尸？可府衙的仵作都出去办案了。有九先生在，汪知州不必多虑。你头疼吗？习惯了。我的头可太疼了，宿醉怎么那么难受啊！我以后再也不喝了。好，那你下次别求着我哟，汪知州，你不会也宿醉未醒吧？这哪是宿醉未醒啊，这一看就是被小婉儿吓着。我又不是没见过，不就是拿大针缝肚皮吗？你又行了，这才哪到哪儿？我还见过小婉儿剖开死人的肚皮呢。那你脱了吗？
本世子来试试，若我挺住了，下顿酒你请。行啊。我又赢喽！给他冲碗糖水。得嘞。我这是因为昨天的酒。喝吧你。曼陀罗，市面上常见的蒙汗药和麻沸散都是白色粉末，这黑色粉末的其实是曼陀罗的种子粉，种子毒性更强，服下1克钟便会头晕、昏睡、四肢麻痹，服下半个时辰后就会陷入昏迷，与酒同服，毒性更强。可我勘验时未见酒具，要么就是死者外出饮酒归来，要么就是行凶人害怕败露踪迹，把下了曼陀罗种子粉的酒瓶给处置了。可这酒瓶中若有曼陀罗种子粉，喝起来便会觉得涩口，死者怎么会喝下去？若是行凶人与死者一同饮酒，在死者醉意有7、8分的时候，再将酒给他换成药酒，死者一时也难以分辨。主子，九娘子，九娘子，看看这个，是否和死者的衣裙质地相同？在哪找到的？庞府梁书房外的凉亭柱子上。庞府梁，完全一样。啊，这里边加了一些涠洲岛的龙涎香，清幽绵长，经久不散。世子殿下若是喜欢，鄙人一会儿便差人给您送过去。好，送给秦九娘子即可。九娘子慧心兰质，用此香正相宜。庞公此次可是特地邀请秦夫人前来小住？秦夫人通常都是随双清班一起，鄙人从未单独邀请过的。庞公似对秦夫人颇有不满啊。鄙人本不欲说死人的是非，但事到如今，不得不说了。秦夫人卸任班主后，鄙人念她生活不易，对她时有照拂。可谁想，养得她胃口越来越大。昨日她居然提出用双清班换我10方客栈3成干果，鄙人一气之下便把她赶走了。那庞公与秦夫人，可是在此处谈及此事？啊，此地是鄙人会见贵客的地方，见他是在外院花厅。那秦夫人可留下用了晚膳？她爱喝酒，用了一些酒菜而已。好，今日有所打扰，告辞。鄙人恭送。不必。来人，老爷，您有何吩咐？去把夫人叫过来。老爷，夫人她最近身体有些不适。我让你去把她叫过来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死者衣袖上的油渍，正是庞府梁书房的灯油。他们不仅在书房见过面，还用过酒菜。
但庞府良撒谎，说是在外院花厅见的面，我还特意让他把灯油送给你，这下正午也有了。曼陀罗种子味道较浓，但若下在口味重的菜中，也不易分辨出来。庞府良在此手眼通天，他若想杀人，有的是办法消除痕迹。眼下要先找到他杀青云的情友。可这事情怕是也没有那么简单。以誉王在宗室的号召力，庞府良还不敢在他寿宴期间轻举妄动，更何况圣上要彻查盐运贪腐的风声早已传开，刘仁丽想要靠着太子脱身，庞府良若要保他，就更不敢轻举妄动。青离、青云先后命丧狱中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接连2桩命案的人证物证都对不上，真是处处都透着古怪。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被难住。难不怕，只怕现在屋里的感觉。没事，我们再忍一忍，先查查青云的旧事，看能不能拨开迷雾。今日你也累了，早些休息。若白风有消息，你要尽快告诉我。放心，我不会错过任何一次见你的机会。我走了，不然福临看到又该拦着我了。九娘子，庞公子何事？家父命我来给你送灯油来了。多谢。谁敢踢我？你竟敢对小婉儿动手动脚，你不想活了你！别打了，怎么又喝醉了？月娘啊！月娘，你看，七嫂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是真夫妻假兄弟啊！哎，不对，假夫妻真兄弟。是真兄弟，你就别拦着我，我揍不死你！我别打了，你还不赶紧跑！郡主发起火来，我可拦不住啊！九娘子，我马上走。你要是明天有时间，我陪你去游湖可好？游湖？你是何人啊？竟敢陪我七嫂游湖？他是癞蛤蟆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癞蛤蟆，我不跟醉鬼一般见识。什么东西？我呸！来，我来吧。傅良，等郡主醒了，给她喝点醒酒汤。娘子啊，燕离世子天天带着郡主吃喝玩乐的，再这样下去，郡主都该学坏了。怕是啊，还没学坏，先喝坏了。等他醒了，我好好说说他。哥，我还能喝？别喝了，还喝呀？哎，擦擦手。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呀？娘子，你比以前爱笑了。是吗？我怎么没注意啊？看在殿下让你变得这么开心的份上，那我就原谅他天天拉着你到处干活吧。可是，我就喜欢他拉着我干活，怎么办呀？我的娘子啊，人家就算心里再喜欢，嘴上也是遮着掩着的。
哪像你啊，天天把喜欢挂在嘴边。你呀，倒是越来越像我娘了。娘子，你在说我唠叨。你照顾好郡主，我去写笔记了。哎呀，这两个人没一个省心的。疼死我了！疼啊！疼死我了！我也没怎么样疼。七哥，我真没让他们下重手啊！我就是看不惯他惦记七嫂的样子，我这才……是哪个小娘子找我？人呢？是你仰慕本公子？唐公子，奴家等你多时了。好一个曼妙佳人，本公子喜欢，让本公子抱抱。我叫你看，我叫你看，我叫你看！奴家不仅身材曼妙，我力气还很大，勾引你看看，你勾引你看，你勾引！真是没想到那个小人会让七嫂给他治伤。我若早知道七嫂又会抛尸，还医术高明，我绝对不会这么干。九妹妹，这能行吗？三哥，你既特意要我来为庞公子医治，我自会用心。扎完此针，当即便能下地行走；若不扎，则要躺上半个月。我的半个月！你啊，帮我把他的脚摁住。好。你要干什么？庞公子，痛则不通，通则不痛。为了避免后患，你还是忍着点吧。我嫂子治病这么要人命呢？我突然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回来。办好此事，算你将功赎罪。七哥放心。说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真的要笑死了！你们刚才没看见，小婉儿实在是太厉害了，那么粗的针直接扎在她的指甲根上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位大英雄，真是大快人心。嘘，小点声，别让七嫂听见了。不会是你吧？人不可貌相啊，梦里探花成江湖豪侠了。哎呀，我。先跟我去办件大事，走啊！什么大事？七哥不是让我们来查双清班吗？来这云韶坊做什么？傻了吧？要打听一个人的事儿，不是问他身边的人。而是问他的死对头，最恨你的人才是最懂你的。云韶坊曾是豫州最大的戏楼，自从十方客栈和双清班搞在一起，差点没关门上门。上上下下都恨透了庞辅良还有双清班，要打听他们的事儿，还有比这儿更好的吗？没想到啊，你这一肚子坏水还真有用。走，跟小爷我去当细作了。好嘞。嘿，二位客官，看戏里边请。
李思清，东南盐运的卷宗和账册都在这里了。我今日回京，即刻全部装车带走。是。事前之大，请无我容身之处。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我来把这个给你。这是父亲的手札，你从何处得到的？我听闻沈大人曾在豫州做过3年属官，便想着案卷当中或许会有他的手书。果然书里在价格库找到了这本手札，都是父亲亲笔所书，里面全是他的断案心得。谢谢你。今晚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人在这装神弄鬼。佳期相遇灵山望，此行阴路知迷津，此行阴路知迷津。秦娘，见过九娘子。你可知是何人在场？不知道。那你是在找何人？找我家娘子。夫人还有女儿啊，是养女，原是夫人在野外遇到的孤女，看她可怜，就认作女儿了。娘子，谢天谢天，你吓死我了！秦娘，你找到我啦！秦娘，那个叔叔会跳水，我也想跳水。这可是刘曹司的官府。正是。刘曹司可曾向庞公透露过辞官之意？世子殿下，圣上都要查东南盐运税引的亏空了，您又何须再问？这么说，庞公认为刘曹司是畏罪自尽。若非走投无路，他怎会舍得？
这个观音。尸身可有异样？死者的口鼻处还有气道皆有白色的粉末，气道处还有一些淤泥。两肺膨大，湿润且有色斑，胃中有积液，无残存食物，未发现中毒还有迷药的气味，确定是溺死无疑。死者的手腕还有脖子处的勒痕都是新伤，脚后跟还有小腿处都有轻微的擦伤，定是生前在粗糙的地面上挣扎所致。可我们找到他时，手脚并没有被绑住，我们沿河搜索也没有找到任何能够缚住成年人的绳索，除非他是被人勒晕之后再推入湖中。这就是奇怪的地方。你看，死者身侧有一道椭圆形的疤痕，这是枪伤，应该是被长枪之类的兵器挑在此处。右手手掌还有虎口处都有厚厚的茧，死者做了10年的文官，可这些厚茧仍在，说明他从未停止练武，体力也定然还不错。寻常人想要徒手勒晕他，难以办到。且我们赶到时，死者刚死去不久，行凶人应是来不及带走绳子掩盖现场。可若没有绳索，这勒痕又从何而来？肯定是用了绳索，关键是绳索的材质。我来。你看，死者身上的勒痕较一般绳索的轻，且没有擦伤，说明绳索质地柔软，行凶人应是未长久用力，似是等死者晕过去之后就解开了绳索。莫非行凶人勒晕刘仁利的目的，就只是为了将他淹死？你来看看这个，这些都是湖面上捞起来刘仁利贪的银票，算上那些泡烂的，足足有10余万两。在水里泡烂？你可听说过水下逃生的戏法？我自小在军营长大，怎会听说过这些？这还是戏班的老把戏了，用麻纸做成绳子，捆住人的手和脚，放在水里浸泡就会化开，绳索慢慢就化没了，人自然可以从水里逃出来。那这戏法，寻常人可能知晓？当然不知，不然戏班子靠什么吃饭？这我还是从父亲的手札上看到的。戏班，看来还是得查查双清戏班。就冲着行凶人将这10万两银票丢入水里的狠劲儿，他定与刘仁利有不共戴天之仇。